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莫离新造型 vs 以往，仙气灵动美感原来可以这样突破。白鹿莫离造型从清汤挂面到唐风贵女惊艳逆袭，程磊轮椅书生变将军气质炸裂，粉丝与剧方审美拉锯战引爆全网热议。这场妆造风波背后是流量与艺术的终极博弈。白鹿莫离换造型，程磊声咖一骑绝尘，这波妆发操作，粉丝能不能点个赞？古装剧圈这滩水最近可真是不消停。要说白鹿这个姑娘，从陆招摇到长月烬明，再到宁安如梦，每一部剧的妆造都能让粉丝嗑到牙疼，时髦值那叫一个遗传稳定。咱们原以为她的造型运早就锁死在天花板了，结果咣当一下，莫离一开机，抱歉，清汤挂面，素到极致，简直像是快手下乡食堂，全靠食材本身硬撑。这操作，你说林玉芬导演是想营造古朴美学呢，还是想给粉丝上冷静剂？这顿素吃的人脑瓜嗡嗡响，粉丝反响，那肯定炸锅了。谁家团宠突然被扒了滤镜，心里能滋润吗？于是话锋一转，白鹿的造型越来越开挂。别说，还真挺带感的。唐风发髻把脸包的严丝合缝，饰品点缀的明明白白，一套比一套精致，真把大家从低血糖拉回血槽满格。他换上的那2套新衣服，一飘逸，二贵气，三壁画里走出来的仙女范该有的全有了。再跟程磊同框，气质直接刹住车，杀伤力拉满，眼睛差点没闪瞎网友。你说这 CP 感，老铁们谁能扛得住？眼看程磊坐着轮椅，还是那句老话，别看你今天闹得欢，小心以后坐着也得站起来。他说站就站，路透一曝光，书生男神气质立住了。文质彬彬的贵公子，温润如玉中又隐约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小劲儿。有人都说调到隔壁组演《聊斋》的宁采臣都不用换装，直接开拍。这样的演员难道还能被错过？咱说程磊升咖的速度，那叫一个电梯上天。短剧男主刚熬出头，转眼就成了古偶大男主，手里的女主阵容堪称青铜变王者，跟周也、王楚然、宋轶一路搭下来，如今轮到白鹿，这阵仗剧情还没发布，网友的磕糖氛围感已经满分走起。但是别以为就这点热度够吃到大结局。莫离刚开机时，妆造素到掉渣，瞬间惹了场群众审美危机。导演组那副清流担当的镜头，让粉丝又气又怕，有的喊着小鹿子终于脱离批量生产啦，有的却说辣眼睛，快给加点佐料。某种程度上，这波操作活活把一颗好白菜硬生生送进了大杂烩，是草率还是真懂套路，也真难下定论。更妙的是，白鹿的造型销声匿迹一阵，没2天又火速美回归女本尊，唐风古韵拉满。团队这反应速度比隔壁外卖骑手还快，都说民意如水，这回可真被粉丝扭转了风向。而导演林玉芬，你说她是一根筋吧，人家每一部剧可都被夸高级感，但真到自己家磕起糖，这原生态审美着实有点考验群众的心脏。粉丝口味大变，主创团队风格彪悍，舆论场上一时鸡飞狗跳。有的说造型创新就该多忍忍，也有人坚持粉丝不买账就得赶紧掉头。你路透一换，话题量蹭蹭往上涨，妆造热搜天天霸榜，网友乐得磕糖，坐等正片开席。按说剧作团队的偷着乐，可2刷3刷路透图之后，剧情和角色关系就成了新一波炸药包。程磊那边，从轮椅上的温润如玉到顶盔贯甲的将军英气，2种气质无缝切换，芝兰玉树和铁骨峥嵘全沾了。大家还在拿锦月如歌的将军造型和这次的书生扮相比，
有刘海比没刘海还帅，胡渣子也能配古装，能磕的料是真的没处下嘴了。知天作之合的美好画面只持续了3秒，热搜还没消停，一波唱反调的来了。男主造型太普通，女主婚服没想象中惊艳，路人和粉圈各执一词，好不热闹。理论上，服化道是拉升一部古偶剧口碑的看家本事，可谁曾想，大家讨论半天聊的还是这刘海到底几分甜，还是婚服有点像隔壁某宝热卖新娘套餐。只想喊一句，祖师爷，看我们追剧人有多能苛刻。社会层面来一场看似流水线的古装换装，背后却折射出流量、审美、粉丝话语权之间的拉锯战。网友管得宽，粉丝喊得响，剧方到底该听谁的？毕竟一个自来水小流量就能把妆造主任拉出来开会。要我说，这不只是演员和造型师们的 battle， 更是当代网络言论场群体意志的集中上演。去年《长相思2云之羽》不也被吐槽到天上？但最后数据走高，热搜飞起，主角组一个个都被真香打脸。不服不行，网友圈里啥都有，就是没裁判。表面上看大家撕得不亦乐乎，实则观众和主创团队内心都毛着一根筋。造型每掉一次就是一次观念的扳手腕，你想简约，我想盛装，你喊贴脸，我追光环。表面和气，实则心里疙瘩没消。下一集怎么换装，谁才是大女主，主配官配走向，全成了悬疑剧。幕后团队、粉丝、路人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一步步试水观众底线。到头来，真要全体满意，可能比中大奖还难。再说点意外插曲，新出婚服刚一亮相，网友立马用白鹿美出新高度刷屏。可仔细瞧瞧，妆发团队有进步没错，但是不是有点缝合怪既视感？这边像长安12时辰，那边又扒出点琅琊榜的影子。小姑娘们嗑的是颜值，老宅男琢磨的是正剧感。网红审美 vs 传统韵味，哪里站队分分钟现场拉群互撕。更何况现在古偶剧的正装滤镜都快比护肤品还贵，网友一边追剧一边带着显微镜上岗。白鹿比上部剧瘦了，程磊这次板寸可能更显头大，造型师难做人，怕是得学会18般武艺。管你风评几何，收视数据说了算。好不好看，最后还得观众自己说话。大家别被新鲜造型晃了眼，正戏里能不能经得起推敲，可得留个心眼。白鹿一路从傻白甜到大女主，程磊也在配角和男主之间反复横跳，观众敢不敢押宝，还得看几场对手戏的火花值。别一股脑光看皮箱，演员扛剧的底子才是观众追剧最强狗头军师。其实吧，这场围绕妆造的风波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倒是给了咱追剧人一个新命题：流量和审美要怎么平衡？观众的上帝视角能否尊重创作者的节奏？现在剧组个个想拍爆款，可爆款能不能憋出来，就像小品台词，还真的看造化。你看这年头，追星像炒股票，造型像换海报，台下观众盯的那叫一个死。造型师和主创团队的心态，快比大胃王比赛还难崩。拼的是谁嗑得下去，谁先真香。黑红通吃才是制胜法宝，造型有争议就证明没白倒腾，胡同口遛弯也得带着找存在感。甭管你是嗑白鹿的仙女范儿，还是程磊的书生气场，又或者单纯吃瓜看热闹，这场妆造大戏，谁都别想早走。刚开头趋势就这热乎劲儿，正片上线还不得再熬一锅自来水。有人嗑糖嗑到飞起，有人拼命找瓜，有人跳反在线劝退，都别给人家剧组扣大帽子，谁家还没个成长期？造型再怎么变，总有观众会真香。最后一句，这年头妆造水平比剧情还招黑，丑一点喊冤，
每一点儿还得被说成千人一面，到底要啥样？网友心里其实都还挺拉胯的。要说期待啊，我是真有点想最后白鹿和程磊能不能靠气场把整部剧盘活。你觉得古偶剧的妆造创新究竟是尊重艺术，还是圈粉自嗨？大家都跟风挑毛病，换来换去，最后还不是要看演员的脸？妆造争议那么大，是不是观众的胃口被平台和资本惯坏了？你会因为造型追剧，还是只认人设和演技？评论区求一键开杠，咱们见分晓。